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如果你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应该有发现到我最近都有在更新Age of Empires Mobile 的影片，但是我那些影片好像都跳得太远了，都没有跟一些新手玩家解释说这个游戏它的统帅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跟大家解说一下，到底统帅的技能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去释放的，如何区分主将跟副将的位置，到底要怎样搭配才是最好的搭配。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为什么要分成主副将？在这个游戏中，统帅他的技能是有分成4个的。第一个技能只有担任主将的时候才会触发到的技能。这为什么大多数主播都要求玩家先把主将的等级先升上去？因为如果你升到60等级的时候，主将他第一个技能的等级从20就会变成25。假设你已经决定好要哪一位统帅作为主将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提升60等级，提升了之后数值也会跟着提升。下一个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每个统帅他们要消耗的怒气值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花木兰需要消耗250点的怒气，阿提拉需要消耗400点的怒气，杜加瓦迪需要消耗200点的怒气。这个怒气消耗代表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的怒气到达这个数值之后，统帅就会释放技能。那么这边看来杜加瓦迪做主将会比较好，是不是因为他消耗的点数比较少？我们不是这样子看的。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杜加瓦迪的主动技能是没有办法获得怒气的，它是单体伤害并且有普攻的 buff 提升。阿提拉的怒气消耗400点，可是他可以立刻获得200点的怒气，也就等于说如果阿提拉做主将释放技能的话，只是需要消耗200点而已，是跟杜加瓦迪差不多的。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阿提拉这边的技能，当阿提拉触发这个技能之后，就会在每一个回合触发2次普攻，并且还可以使自己的队伍星爵速度提升，持续9秒的时间。以阿提拉这个技能来看呢，其实它比较适合去追击，但是我玩这个游戏发现到很少会有需要追击的时候。虽然他在开始战斗的时候有200点的怒气，但是他每一次需要消耗的怒气需要400点，就导致成后来他要释放技能的话速度会比较慢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方的攻略里面是没有看到阿提拉作为主将的。接着是花木兰的技能，虽然他的怒气消耗要250点，但是他入场的时候就会有150点的怒气，就变成说如果他要释放第一次技能的话，他只是需要恢复100点的怒气就可以释放了，并且花木兰的主动技能伤害会比较高，可以一次性造成4次武力伤害，在一开始释放主动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这也是为什么木兰她会变成主将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初始角色月色芬她是做主将的原因。怒气消耗需要200点，可是刚开始进入战场的时候就有120点的怒气恢复，相当于他第一次释放技能的时候只是需要80点怒气就可以释放技能了。不过也就只有第一次释放技能的速度比较快而已，他的技能呢就比较单调，只有伤害，没有任何的 buff、debuff， 也没有其他的效果。反而利奥尼达的技能又有 AoE 又有 buff， 虽然第一次释放技能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它可以打到多个目标。像我这边手头上还有一个更加后面的统帅，就是吕布，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像他的主将技能就是有个圆形范围的伤害，而且还有 debuff 可以降低对方的行军速度，就变成吕布必须要做主将他才有圆形的 AoE， 假设他做副将的话，这个圆形的 AoE 就没有了，并且还可以在一开始获得100点的怒气，等于第一次释放主将技能只是需要100点的怒气而已。当然我也知道大家会很好奇他的主动技能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提升暴击率，如果在整个队伍搭配里面有其他统帅产生暴击伤害之后，吕布下一个紫色的技能就会有提升伤害，之后你们的关羽或者是阿提拉也可以搭配吕布一起使用。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统帅释放技能的顺序，那么因为在这个游戏中是没有战斗日志的，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给大家看。在左手边有一个秒表，1秒等于1个回合，你们要注意看。你们也是要注意看右手边花木兰的头像，一开始接触上的时候它就已经有2个黄色的进度条了，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一开始会获得150点的怒气，在一次普攻之后花木兰的主动技能释放，接着下去就是打出后面2个紫色的技能。但是这个时候花木兰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不是接着马上释放阿提拉的主动技能，这里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普攻，所以你们只能看到白字而已。这个怒涛之击也是有概率性触发的，那这边有比较长的时间都是打白字而已，我们稍微等一下。因为统帅释放技能的顺序是主将、副将、副将，所以看到下一个释放第2技能的就是阿提拉毁灭者，有概率触发的技能。花木兰的主将技能后面是紫色的技能，基本上花木兰释放技能的时候是在第12个回合左右。稍微拉回去看一下花木兰的技能是怎样造成的，4次伤害，第1下、第2下、第3下，还有最后一下。最后一次攻击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再来就是杜加瓦迪的主动技能释放，在释放了之后不久又轮到回去花木兰的主动技能，
接着轮到阿提拉的技能会稍微慢一点点，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花木兰的怒气需求是200点，变成他第2次要打出主将技能的时候会比较慢一点。这里又轮到阿提拉的主动技能释放，至于后面的画面全部都是打出有概率的技能了。那相信从一帧一帧来看，大家应该也能够了解到统帅的技能到底是怎样释放的吧。那么为什么阿提拉释放技能的速度会这么慢？因为他的技能是有概率性的，要他的技能触发了之后，下一位统帅的技能才可以触发，所以就看到为什么杜加瓦迪的技能是在阿提拉的技能释放之后就马上触发了。那其实在详情里面也是有写到，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是以主将、副将、副将的顺位来发动技能，就算你下一个位置没有放统帅也好，也会自动攻击。还有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有分成主将技能、主动技能还有其他技能，只要不是担任主将的话，第一个技能都不会触发。下一个就是军事专精，这里有分成3种，包括统帅、勇武、智谋。统帅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统帅作为主将，然后另外2个军事作为副将，不是这样子的。用同样军事的统帅搭配在一起的话，如果有2位统帅就会提升 20%，3位统帅就会提升 30%。等于说如果你们搭配统帅的话，不是只是看兵种而已，也是要看他的军事适不适合放在一起。就像我这个骑兵搭配里面有关羽、大流士一世还有埃及艳后，但是2位统帅是勇武，1位是智谋，虽然是同样兵种，但是搭配在一起不是最完美的搭配，只能提升 60% 而已。重点是我还没有去解锁，这个要如何解锁？就是你们点天赋的时候要点到那个位置，在你们点开军事的时候，这里就有要求说你们要点到哪个位置，像是勇武的话就要点到合众之力才会触发。这里回来我们看一下对比，这个骑兵的只有优秀 60% 的阵容评价，但是我的木兰联击队它的阵容评价有 180%， 每个统帅的军事加成都有 30%， 总加成就是 180%。当我换掉1位统帅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只有 130% 而已。虽然他的军事是已经正确了，但是他的兵种不正确，所以你们不确定到底要怎样搭配的话，先看兵种然后再看军事，当然也可以直接参考官方的攻略，基本上官方给的攻略都是正确的，只是玩家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的搭配而已。但也因为我们才刚开服而已啊，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没有办法拿到太多的统帅，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强还是弱的问题，你只能有什么统帅就搭配什么统帅。至于升星方面肯定是升到5星是最强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丢在这个游戏上面因为要升到5星的话要很多的碎片。我认为早期的玩家拿到本体就可以了，因为后续还会出现更多更强的统帅，目前我们只是需要拿到统帅的本体，暂时用这些。至于这个游戏的天赋系统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一来就是它有强制你上面必须要点到多少个点数才可以往下点，像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比方说原本是技能伤害提升，你可以选择普攻伤害提升，看你是什么统帅，像联击队的话就需要普攻，还有像是一些采集技能，如果你不是用这位统帅去采集的话就不需要点开，也因为它强制你使用点数的关系，就变成说有些东西其实不需要点，它也是强迫你去点这个游戏的天赋系统讲真的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玩家问到副将的天赋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是会的。你们也看到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了，如果你们没有把统帅的等级升上去，没有点开天赋，没有点到特定军事要求的天赋，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阵容加成。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的主将必须要60等级以上，然后你后面那2个副将呢，你可以不用升到这么高等级，但是至少要把这个天赋开掉，才会有额外的军事加成。那么今天的影片就暂时讲到这里啦，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如果哪一些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